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。我们用真实的人物与事件拆解加密历史和最新的趋势，一起升级加密的认知。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：2023年的11月21号，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法庭外，超过200名记者在寒风当中等待，直播设备架了3层，全球数千万人准备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一位穿着合身的西装、神情冷静的亚洲男子站在法官面前，但如果你仔细地观察当时的视频，你会发现他紧握的双手其实在颤抖。这个曾经控制全球50%加密交易的男人，此刻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罪犯一样。他身后的律师阵容庞大，但这一切无法改变一个事实：他即将认罪。这些律师呢，来自华尔街顶级的律所，收费每小时高达2000美元。总花费超过1亿美元，但面对司法部的铁证，再多的钱也无力回天。法官问：“你是否认罪？”他的回答：“是的，法官大人。”这简单的6个字让在场的所有人屏住了呼吸。法庭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。他承认自己领导的公司违反了美国的银行保密法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到让全场都能听得见。那一瞬间，坐在旁听席的妻子泪流满面，币安员工通过直播观看，有人呢当场辞职。这一刻呢，全球财经头条疯狂的刷屏：币安创始人认罪，辞去 CEO 职务，加密首富跌落神坛。更疯狂的是，这条新闻1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亿，比特币价格应声暴跌，全球加密市场蒸发2000亿美元。推特上 CZ 认罪瞬间登顶热搜。连不炒币的人都在讨论这个名字，代价是个人罚款5000万美元，公司罚款43亿美元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企业罚款之一。但更沉重的代价是，他必须在4个月内入狱服刑。这个曾经的加密皇帝即将穿上橙色的囚服，而他还必须交出自己一手建立的加密帝国。那么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有人呢称他是加密世界的拿破仑，7年之内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。有人说他是极致的产品经理，币安系统快如闪电，碾压对手。更多人叫他 CZ， 在币圈意味着绝对的权力与影响力。他的一条推特能让币价翻番，他的一个决定能让项目生死存亡。如今呢，也有人给他一个新的绰号——囚徒批号，一个等待判决的编号。他就是赵长鹏，一个出生在江苏、成长于温哥华的华人，一个曾经的程序员，麦当劳深夜的炸薯条的工人，一个让全球1亿5千万用户信任的加密央行的行长，也是一个被司法部亲手扳倒的行业巨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沉默寡言的技术男是如何的白手起家，建立起币安这个庞大的帝国的。是什么让一个麦当劳炸薯条的工人在7年内成为了全球最有权势的金融巨头？这个故事关乎技术、野心、权力以及规则的终极代价，更关乎你我，因为它的成败正在重新定义着整个加密世界的未来。1977年，赵长鹏呢出生在江苏的连云港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他的父亲曾是中科大的教授，在特殊的时期受到冲击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父亲是数学系的教授，专门研究概率论与统计学。这或许解释了 CZ 后来对数学和代码的绝对信仰。家里最珍贵的财产是父亲藏起来的几本数学书籍。小时候的赵长鹏经常偷偷的翻看，虽然看不懂，但他呢却被那些公式和图表深深的吸引。80年代末，全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。初到异国，生活艰辛。刚到加拿大的时候，一家3口住在唐人街的地下室里边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只能靠一个小小的电炉取暖。12岁的赵长鹏，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费单，计算还能用几天电。父亲的教授学历不被认可，只能在一家中餐厅刷盘子。母亲呢，则在服装厂做基建工，一家人的月收入只有800加元。10几岁的赵长鹏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，他在麦当劳做过夜班炸薯条工人，也在加油站熬夜加油。在麦当劳工作的时候，他是店里唯一的亚洲面孔，经常遭到同事的嘲笑，
宗个佬，动作快点。但他从来不反驳，默默地把工作做到最好。3个月以后，他成为店里边最快的薯条手。经理经常说他像机器一样精准。加油站的夜班更加艰苦，温哥华的冬天零下10几度，他经常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但正是在那些夜晚，他开始思考怎样才能靠不出卖体力赚钱。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，钱来之不易，但通过努力总能赚得到钱。他后来是这样回忆的。但还有一段话他很少公开说，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，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不是努力的程度，而是思维的方式。穷人出卖时间，富人出卖系统。16岁生日那天，他用攒了半年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，386处理器，4兆的内存，价值相当于他3个月的工资。父母觉得他疯了，但他坚持说这是我的未来。贫困没有掩盖天赋，在麦吉尔大学，他主修计算机科学，展现出对系统和代码的极大热情。大学期间，为了省生活费，他经常一天只吃1顿饭，但舍得花钱买最新的编程书籍。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编程狂魔，经常在电脑的机房待到深夜。最传奇的是，大3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个小程序，能自动计算麦当劳最优的排班表。他把这个程序卖给了以前的麦当劳，赚了5000加元。这是他第一次通过系统赚钱。毕业以后呢，他进入金融科技行业，第一站是东京证券交易所，负责开发撮合交易系统。在东京工作的期间，他租住在6平米的小公寓，每天通勤2个小时。但他心甘情愿，因为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金融系统。他发现东京证券交易所系统每秒能处理数万笔交易，但延迟呢还有几十毫秒。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技术的耻辱。他开始疯狂研究高频交易算法，这让他深刻地理解2个词儿：速度与稳定。之后呢，他在彭博社 TradeBook 工作了4年，负责开发一套算法交易系统，为公司每年节省数千万美元。这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技术改变金融的威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彭博社的经历让他看到传统金融所有的弱点：繁琐的中介环节、昂贵的手续费、缓慢的跨境转账。他开始想，如果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会怎么样？从东京的证交所到金融巨头彭博社，赵长鹏的早期职业生涯完全沉浸在金融与技术的交汇处。他比很多人更早的明白，交易系统的核心就是速度与可靠，这为他日后创建币安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。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。2013年是赵长鹏人生的分水岭。一次在上海的牌局上，有人向他提起了比特币，其中呢包括了风险投资家李启源和曹大荣。这不是普通的牌局，而是一场改变中国加密史的聚会。李启源呢刚刚创立了比特币中国，那是中国第一家的比特币交易所。曹大荣呢则是早期的比特币布道者。深夜的时候，牌桌上其他的人还在讨论房价和股价，李启源却神秘地说，有一种资产24小时不停交易，没有涨跌停，1年呢能涨几十倍。出于技术背景的好奇， CZ 开始深入研究。当他读到中本聪的白皮书的时候，整个人被彻底的震翻了。这是一种不依靠中央机构的货币系统，这个太具有革命性了。很快他成为了比特币的忠实信徒，他卖掉了上海的房子，整整100万美金全部换成比特币。当时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。更疯狂的是，他不是分批买入，而是在一个周末一次性全部买完 all in， 要么全赢要么全输。这就是他的性格。有人质疑他说，你是个成功的金融科技专家，为什么要赌在这些虚无缥缈的虚拟币上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，我相信代码，相信数学，他们比任何人任何机构都要可靠。2014年的一个深夜，比特币暴跌80%，他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 CZ 你还好吗？你不会想不开吧？他在电话里边笑了，我很好，而且呢现在我还想再买一些。朋友们觉得他真的是彻底的疯了。2014年他干脆辞掉了高薪的工作，全职投入 crypto，
加入了 Blockchain.info 担任技术总监。这是当时最大的比特币钱包厂商之一。离职的那天，同事们给他开了一个叫做告别疯子的派对。一个老同事说，你这是要从华尔街的精英变成网络游民呀。他却回答，也许5年以后你们会羡慕我这个疯子的。之后呢，他作为联合的创始人创立了比劫科技，为加密交易所提供云服务。这段经历至关重要，他几乎摸遍了当时所有交易所的技术底牌，也看清了他们的软肋，速度慢，体验差，经常宕机。2017年初的一个夜晚，他在东京的一家拉面馆，看着手机上卡顿的交易界面，愤怒地对朋友说，这些交易所简直就是一堆垃圾。朋友调侃，那你来做一个呀。那一刻，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边炸开了，我真的有可能做一个更好的。4个月以后，币安上线了。2017年，加密货币的超级大牛市来了。赵长鹏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最大的机会，他决定自己开交易所，名字叫做 Binance， 取自 Binary 二进制和 Finance 金融的组合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 Binary 代表他对技术的极致追求， Finance 象征他要重新定义金融。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我们华人也能做出最好的加密交易所。币安的核心理念非常清晰，移动优先。当时呢，大部分的交易所还重在电脑端，币安呢从第一天起 App 的体验就极为流畅，极为稳定。他和团队连续4个月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测试服务器的时候，他们模拟了同时10万人交易的场景。竞争对手的服务器这个时候早已经崩溃了，币安呢却依然稳如磐石，急速交易。凭借他过去的经验，币安的撮合引擎速度远超同行。当时其他的交易所处理一笔交易要3到5秒，币安只需要0.1秒。资产丰富，上线大量其他交易所没有的创新的币种。最关键的一步是启动了 ICO。 币安发行的平台币 BNB 原本只是抵扣手续费，却意外地成为了生态的核心。 ICO 期间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事儿，一个韩国的大妈听说 BNB 能够打折，竟动员了全小区来买。有个华人小伙子的币能让我们的交易省钱。 ICO 异常成功，15天内筹集了1500万美元。更传奇的是，很多早期的用户他们不是来投资的，而是被省手续费这个需求所吸引过来的。真正的考验在交易所上线之后才开始。2017年的9月4号，中国央行等7部委发布公告，叫停代币发行融资活动，整个币圈陷入恐慌，交易所纷纷关停或转移。那个晚上，赵长鹏紧急召集会议，有人建议暂停运营，等风头过去再说；有人建议低调转移，只有他坚持，我们必须在48个小时内彻底的切割。赵长鹏做出最大胆的决定，立即与中国市场切割，全面转向海外运营。他毫不犹豫，将团队分散到全球各地，开启了游牧式管理。技术团队飞往新加坡，市场团队转移到日本，客服团队分散在马耳他和台湾。而他本人呢，一个月飞了8个国家，被同事戏称为空中飞人 CEO。 这个决定也让币安躲过了灭顶之灾，并抓住了全球市场的真空期，一飞冲天。3个月以内，币安用户突破了100万，6个月内成为了全球交易量第1的交易所。更震撼的数据是，每天新增用户25万人，服务器的增加速度跟不上用户的增长。技术团队开玩笑说，我们每天都在和用户赛跑，生怕服务器撑不住。币安速度成为了行业的神话，连华尔街的分析师都惊呼，这是金融史上最快的崛起速度。成为第一只是开始，赵长鹏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完整的加密生态系统。币安交易所就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中央银行，而 BNB 呢是渗透到系统每个角落里的血液。币安链推出自己的区块链，BNB 从 ERC20 以太坊代币升级为链上的原生代币。但这背后有个惊人的事实：2019年币安链上线的时候，仅仅24个小时，就有超过1000个项目申请迁移到币安链上。开发者们几乎疯了，他们都说跟着 CZ 有肉吃。币安的实验室
投资了数百个加密项目，其中有很多都需要有 BNB 代币才能够参与。更震撼的是，币安实验室投资的项目成功率高达80%，远超过传统 VC 的20%，被业内称为点金手。一旦获得币安的投资，项目的估值立刻就翻了10番。币安的慈善用加密货币做公益，提升品牌形象。BNB 的升值轨迹令人惊叹 ，ICO 价格0.1美元，2017年年底20美元，2021年牛市的高峰700美元，今天2025，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去查一查，看看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。早期的投资者获得了数千倍的回报，更疯狂的是，币安内部的员工都有 BNB 的期权。一个普通的客服小妹，因为持有 BNB 3年，最后在深圳呢全款买了3套房。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。币安开始下架某些代币的时候，有些代币的价格会瞬间的腰斩，这种生杀大权让人们开始质疑。2020年呢，有一个项目因为技术漏洞被币安给下架了，短短的10分钟以内，价格从10美元跌到了0.01美元，数万投资者血本无归，项目方哭着求 CZ 给个机会吧，但回答是冷冰冰的：我们必须对用户负责。币安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，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他原本想颠覆的旧系统 ？CZ 的权力是不是比美联储主席还要大？2021年的一次区块链峰会上，有个记者直接的质问 CZ： 你控制着全球50%的加密交易，你觉得这符合去中心化的精神吗？现场一片寂静。CZ 呢，淡淡的回答：权力不是我想要的，是用户选择给我的。面对质疑，赵长鹏的回答始终是：我们始终以用户为中心。但事实呢 ？CZ 的一条推特能让某个币的价格暴涨50%。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动作被数千万人分析，甚至有专门的 CZ 推特分析师通过表情包来预测市场的走向。有一次呢，他发了一个思考的表情，整个市场都在猜他在想什么呢？结果第二天早上，他说：“昨天我在想晚饭到底要吃什么。”全网都是笑骂声。但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盯上了这个不受控制的全球的金融巨头。2022年开始，美国财政部的一个秘密小组专门研究币安的资金流向，代号金色猎鹰。他们发现币安每天处理的资金量甚至超过某些小国的 GDP。一个前 SEC 的官员私下说 ，CZ 建立的不是交易所，是一个影子银行系统，它大到不能倒，也危险到不能存在，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。币安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增长优先于合规。为了快速获取全球的用户，他在早期对 KYC 和反洗钱规则执行的相当宽松，这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。一位内部的员工后来透露，2018年币安新增用户太多， KYC 审查团队根本就处理不过来， CZ 直接下令先让用户交易，审核呢慢慢来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用户用假护照都能通过审核。一个技术员工开玩笑说，我们的 KYC 系统比网吧实名制还要松，但没人当回事儿，大家都在为当时的用户的增长而狂欢。美国的 SEC 和 CFTC 开始了漫长的调查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调查其实早在2019年就已经启动了。美国组建了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小组，包括 FBI、财政部、国土安全部，专门追踪币安的每一笔可疑的交易。他们甚至派卧底进入币安合作的第三方支付公司，获取内部的交易数据、行动的代号、数字围猎。调查发现，币安曾为哈马斯基地组织等被制裁的实体提供交易渠道，这是致命的指控。更震撼的细节是，调查显示2017至2022年间，超过15亿美元非法资金通过币安洗白，包括勒索软件赎金、毒品交易、恐怖主义融资。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笔是2021年某次恐怖袭击的资金，竟然通过币安平台中转了7次，最终呢流向目标账户。一方面，赵长鹏在推特上不断的强调币安重视合规；另外一方面，内部的聊天记录却显示，他对设立合规架构非常抵触，认为这会拖慢增长。司法部公布的聊天记录显示，当合规团队建议加强 KYC 的时候，CZ 在内部群里边说，
合规是增长的天敌，我们要的是用户，不是监管的表扬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在一次内部高管的会议上说，宁可事后道歉，也不要事前请示。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检方的核心证据。2023年11月，靴子呢终于落地。面对司法部强大的证据链，赵长鹏和毕安选择和解，但在最终认罪之前 ，CZ 做了最后的挣扎。他的律师团队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，试图找到程序的漏洞，甚至考虑把公司迁往不引渡的小国。认罪的前一晚 ，CZ 在迪拜的豪华酒店里边对着镜子练习了100遍认罪词。他对律师说：“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说话了。”天价的罚款 ，CEO 辞职，他用个人的自由换取了公司的生存。西雅图法庭上，当 CZ 说出“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认罪”，全球超过5000万用户在线观看，比特币的价格瞬间暴跌。他的妻子在法庭的后排哭了，毕安活了下来，但他的创始人从帝国的宝座上跌落。那个曾说过“我只相信代码和数学”的男人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法律条文。如今呢，毕安在新的 CEO 邓伟正的领导下，全面转向合规化。邓伟正接手的第一天，召开了全员大会。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：“CZ 的时代结束了，现在是合规的时代。”更有意思的是，邓伟正把 CZ 的办公室改成了合规部，墙上挂满了各国的监管法规。员工开玩笑说，这是对旧时代最好的告别仪式。毕安现在每上线一个新的币种，都要经过17个部门的审核，用时从过去的24小时变成了3个月，效率大幅的下降，但合规的风险消失了。赵长鹏在缴纳巨额保释金以后，住在西雅图的豪宅里边，24小时电子脚镣监控，每天活动范围不超过50英里。这个曾经满世界飞的男人，现在呢连去超市都要报告。尽管他仍是 BNB 最大的持有者之一，但他必须远离币安的日常运营。讽刺的是，即使在软禁的过程当中，他的财富依然在增长。BNB 价格在合规化以后反而上涨了30%。他开玩笑地说：“我可能是史上最富有的囚犯。”回看赵长鹏的故事，像是一部希腊的悲剧。一个英雄凭借才华与魄力建造了庞大的帝国，却因为对合规的忽视，最终呢遭到了命运的惩罚。在软禁期间，他开始大量的阅读哲学与历史书籍，特别痴迷于君王论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权力让人盲目，成功让人傲慢，我2样都占全了。”一个前同事探望他时发现，这个曾经24小时工作的工作狂，如今呢每天花6个小时练书法，写的最多的2个字是敬畏。他证明了在加密的世界，技术可以颠覆很多事情，但国家的法律与监管仍然是无法绕开的现实层。最讽刺的是 ，CZ 当年最看不起的传统的金融巨头们，现在呢却纷纷的入场加密货币。摩根大通、高盛都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资产服务，而他们从第一天起就严格合规。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评价说 ，CZ 是最伟大的先驱，他为我们踏平了技术障碍，也用自己的代价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做。币安的成功呢，是去中心化理想的一次胜利。币安的困境也揭示了完全去中心化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艰难。现在的币安更加合规，但也更加中心化，每一个决策都要层层审批，创新的速度明显的放缓。很多的老员工抱怨，我们现在就像一家普通的银行一样，但 CZ 的影响力远未结束。全球数百个交易所仍在模仿早期币安的产品设计模式，它创造的平台币的模式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在硅谷有一个秘密的聚会，叫做 CZ 学院，专门研究它的商业策略与失败的教训。参与者都是下一代的加密创业者。一位参与者说 ：“CZ 告诉我们如何成功，也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毁灭，这比任何商学院都要宝贵。”王朝落幕了，但传奇永远不会结束。这个就是赵长鹏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效率、全球视野、成功与代价的故事。
他是一位伟大的建造者，却最终呢被自己帝国的阴影所反虐。他的经历给加密世界留下了一个灵魂拷问：在通往去中心化的道路上，我们该如何与中心化现实和平共处？加密世界的边界到底在哪里？好的，这里是加密星球故事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再见。